美国共和党众议员斯科特·佩里日前提出了一项议案，声称要求美国将台湾视为一个北约加成员，还宣称要加强美台防务合作。虽然该法案通过可能性很小，但是美国国内近期持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呼吁加大对台湾支持力度，值得高度警惕。中国国防部周四再次强调，中华民族必然实现伟大复兴，海峡两岸必然实现完全统一。外部势力以台制华，台独势力以武谋独，都是走不通的死路。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曾多次公开鼓吹建立所谓亚洲北约，制衡中国大陆。在此思维下，美国共和党众议员佩里抛出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将台湾视为一个北约加成员，以加强美台防务合作。据悉，该法案名为《台湾加法案》，其目的是要美国将台湾视同北约加成员之一，在军售上享有和成员国同等的待遇。目前，北约加的成员包括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以色列和新西兰。此前也曾有美国议员建议将印度纳入北约加成员，将北约加5扩大为北约加6。消息一出，台外事部门发言人欧江安连忙表示感谢，声称这展现了美国对台湾安全和区域和平的高度重视。与绿营政客不同，岛内网友识破美国议员的骗钱居心，有人直言，永远是那几个收台湾钱的议员在提案，想骗谁呀？还有人说，又是要卖武器赚我们的钱了。还有人表示，台湾明明远在东亚，却强行与北约扯上关系，台湾何时搬去了北大西洋？据介绍，此次提出涉台议案的佩里，此前曾多次在台湾议题上刷存在感。就在2月26号，他和另一名共和党籍众议员汤姆·蒂芬尼提出联合提案，声称一中政策已经过时，扬言敦促启动美台洽签自由贸易协定程序，还叫嚣美国与台湾恢复正式邦交。一些台湾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名议员又拿到民进党当局的赞助费了。有分析认为，这种法案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每当出现这种事情，美国个别网站以及岛内一些媒体都会大肆炒作，妄图将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引入歧途。这种现象值得警惕。对于美国的议员来讲，有很多问题都可以提。那至于通过不通过，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那就是好多人就是经常有一些这个类似的一些语言就在讲啊，就是说这个美国议员如果说希望把天上的月亮摘下来，他都可以提这样的一些提案。但是呢，提出来之后呢，到底通过不通过，那就不好说了。应该说历年以来啊，涉及到台湾方面的这个提案呢非常多，那么通过的呢就非常少。这也就表达出来啊，这个美国国内确实有一批这个议员啊，跟这个台湾当局的一部分这个人员啊，这个勾结在一起啊，经常采取这个类似的涉台法案来引导议题，来引领舆论。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内部近来持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前国务卿希拉里22号称，大陆未来可能对台采取军事行动，即将接替戴维森的美军印太司令提名人阿奎利诺23号又声称，在印太地区最担忧的事情是中国大陆武力接管台湾。这个问题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迫在眉睫，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在渲染威胁后，阿奎利诺果然又拿出对台军售的套路。他表示，台军对鱼叉导弹系统的投资可以帮助这个岛屿加强防御能力。购买鱼叉导弹是台湾在资源紧迫情况下合理的投资。他还扬言，威胁如此之大，美国需要落实一项拟议中的270亿美元计划，以便在短期内和紧急情况下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防御。美军在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个武装部队的这个司令官呀，往往会采取类似的一些方式，这个刻意的夸大两岸之间的这样一种危险呀、风险呀，以此呢来获取这个美国国内的包括议会啊，包括其他很多一些部门的关注，以此呢来提升自己的这个军费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一些这些方面的一些待遇啊等等。对于美国军方高层近期相关言论，国防部周四回应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外来干涉。中华民族必然实现伟大复兴，海峡两岸必然实现完全统一。外部势力以台制华，台独势力以武谋独，都是走不通的死路。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我们坚决反对美方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美方应摒弃零和思维，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和国防建设，多做有利于中美互信
和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有岛内学者在《亚洲周刊》撰文批评称，根据美军联合计划作为准则，美军在全球不同战区司令部都要制定年度战役计划，目的在于掌握作战的责任区，且预先排除爆发冲突的可能。如果美国真的预估台海或南海战争无法避免，就要看美军是否开始认真进行作战计划，否则每天喊狼来了，完全不去准备，岂不是存心骗人？文章提醒民进党当局说，如果美军对于台海没有准备任何作战计划，是否会再度发生始乱终弃的结局？据介绍，阿奎利诺是战斗机飞行员出身，曾担任美国第5舰队司令，还担任过负责作战计划和战略的美国海军作战部副部长。自2018年5月以来，阿奎利诺一直担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阿奎利诺还试图进一步拉拢盟友介入台海。阿奎利诺23号表示，他担忧台湾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足，在印太地区光靠美军是不行的，只有美军部队与国际社会、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合作，并做出快速反应，才能建立起有效威慑。实际上，日本已经开始配合美国介入台海的政策。美日两国3月16号发布涉华联合声明，措辞空前强硬。中国外交部痛批美日狼狈为奸。此后，日本媒体就爆出美日外长加防长2+2会晤中，双方确认将在台湾突发事态之际密切合作，宣称大陆若武力攻台，美军驰援台湾，日本自卫队将考虑提供协助。总体上看起来呢，美国的这个实力在逐步的衰落，衰落的过程当中还希望继续维持自己在全球，包括这个西太平洋沿岸的这样的一些战略的利益。那么维持战略利益呢，如果说以好的这种发端，以这个比较清晰的双赢多赢的这样一种办法去做下来的话，应该说还是能够维持住的。但是如果说美军一直采取跟中国零和博弈的这种方式这样走下去的话呢，恐怕这样的一个结局啊，恐怕是大家都不是很乐观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美国宾夕法尼亚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斯科特·佩里提出法案，要求美国行政当局将台湾视为一个北约加的社区成员，以加强美台防务合作。那您觉得此举背后的企图究竟是什么？我认为外界可能把佩里的这个提案看得过于简单了，这背后有着远比美台军售更为阴险恶的用心。这个险恶的用心就是：第一，我们知道加入北约加的成员，包括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以色列和新西兰在内，都是具备独立主权的国家，而台湾仅仅是中国的一部分，是没有任何资格以主权国家的身份成为北约加成员的。因此，美国众议院议员佩里提案让台湾成为北约加成员，背后真正的用意其实就是在支持所谓的台湾独立，并且要让所有的北约成员国都来为这件事情背书。那么第二，我相信让台湾成为北约加成员仅仅是佩里方案中的第一步，在这个目标达成之后，未来佩里将会进一步运作，让台湾成为正式成员。这样一来，台湾就被纳入北约这个集体的军事保护当中了。也就是说，表面上看来，佩里仅仅是为了让台湾成为北约加成员，但他真正的目的是要让台湾成为北约的军事保护对象。或者说，佩里让台湾成为北约加成员，仅仅是虚放一枪，其真正的目的其实是要将北约拉下水，拉进未来台海战争的浑水当中。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台湾真的就能够成为北约加成员。我甚至敢于断言，这件事情成事的可能性绝对是0。这背后的原因非常简单，也非常直接，因为一旦台湾真的成为了北约加成员，也就意味着已经发生了反分裂国家法中规定的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中国大陆肯定会在此之前就采取非和平的方式把台湾问题给解决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无论是拜登政府还是其他北约成员国，都不可能跟随着这些无脑的国会议员起舞，他们一定会将这个提案当成废纸一张。现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阿奎利诺海军上将在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有关他的人事提名听证会时表示，所谓中国大陆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这件事情，可能会发生的比大部分人想象中的还要更快。您对此如何解读？其实我个人一直坚持认为，在可以预见的较长时间内，中国大陆
都会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解决国内面临的经济民生以及国家和平崛起与民族复兴大业上。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国大陆要解决台湾问题，也一定会率先使用政治、经济、外交上的手段，非和平的手段一定会留到最后迫不得已的时候才用。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阿奎利诺海军上将说，中国大陆武统台湾的日期比这个还要更快，实际上是屁股决定脑袋，站在他们自身利益的立场上说话与想当然的结果。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只有无限夸大台湾面临的战争威胁，才能体现出这些将军们存在的必要性。同时，美国国会也才会拿出更多的银子给他们扩充军备。好的，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